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张先生，26岁，来自内蒙古，厨师，有请张先生，有请。王女士，26岁，来自内蒙古，销售，来，有请王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现在是在南京生活是吧？对。但是都是从内蒙古去的。哎，对。到南京几年了？到南京3年。3年。对。结婚几年啊？结婚1年。哦，结婚1年。对。现在的冲突和矛盾是要不要在南京定居，是吧？对。啊，你是想在南京定居是吧？对。你是反对对吧？对。好，说说吧。啊。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也是在老家嘛，有个朋友来南京了，然后他就在这边说让我们过去看看玩一玩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也没吃工作，我就过来看看，和他一起过来。来到南京以后呢，发现这边反正还是蛮好的，但是我们决定要在这边生活，在这边待了几天呢，然后就是他呢就要在这边说是先找个工作嘛，因为我那边工作我还上班啊，他说在这边找个工作，就执意跟我这样说。然后呢他就找工作了，找了工作以后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有个也是内蒙朋友嘛，他是又在南京这边周边呢看了一个房子，当时呢就说让我们过去一起看一看嘛。其实我说看看房子嘛，陪朋友一起过去，这个是很正常的。当时过去以后呢，我们朋友是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呢就定下来了。然后他呢当时跟我说这边房子也好呀，各方面条件呀，他也没跟我说以后的一个发展什么的，就当时就交了定金了。所以说我当时非常反对他这个，我说最起码买房子是吧？他也不是说，买什么东西啊，对吧？你最起码要和父母、和家人商量。而且我们来南京呢，也是来看一看，也没有说是，当时父母都不太知道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就和他就达成不了协议，一直就是。我当时是和朋友去的啊，然后是朋友他们买房子，然后我感觉房子特别抢手，到晚上的话他就没有了，必须提前得预定金，然后我就当时直接就付了，我就感觉既然来了就来这儿定下来，年轻人应该出来闯荡，不想过那种安逸的生活，不想回老家，既然出来了就想在外面打拼。那你要跟我说一下吧，对吧？提前要和我说一下。那当时是因为时间嘛，时间比较紧，对吧？这个房子现在住上了吗？已经就是交了定金，快了，只能说买了，买完了，现在已经房子。不是挺好吗？买了就买了吗？那他现在吵着要回内蒙古，要回老家。我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在内蒙，而且呢，南京到内蒙也是很远的。就是我想内蒙也挺好呀，而且父母在那边，将来我们以后有了孩子，对吧？还有父母呀，有亲戚朋友都在那边，这有什么不好的啊？他呢就喜欢那种的爱闯。就是我就是喜欢在老家那边嘛，对吧？生活也是相当不错嘛，我工作也好，然后他呢做销售，我们2个人1个月也能挣个。他就是太过于安逸，我感觉他选择逃避，年轻人应该出来闯荡，他就感觉总是要回老家。我们这节目首先不是一辩论节目啊，其次是回内蒙也好，还是留在南京也好，可能我们的观察点。是夫妻之间的感情究竟怎么样？如果夫妻之间的感情特别好，没有出问题的话，我个人理解和相信，到底在哪发展其实都不是个问题，因为它很容易达成一致，就协调掉了。所以你们俩是不是在情感上面有一些冲突和矛盾啊？对，我就感觉他每次在朋友面前不给我面子，就比如说有一次吧，他有一次是因为我俩争吵，之后那天有点不愉快。然后朋友正好聚餐，晚上要出去，然后他就怎么着都不出去。一开始是说好的要出去的，就感觉我很没面子，然后我就跟他说通了，然后让他配合一下出去了，但是一直甩着脸子，一直在那儿摆脸子。其他的都是我朋友。我也没什么呀，对吧？因为朋友吃饭嘛，对吧？人家问我话，我也什么说，但是我也没感觉我是摆脸子。是你说了，但是他就非要完美型性格，就是说，哎呀，朋友吃饭呀，你不给我面子，咱们既然出来了，对吧？就跟我说这些，我说这个也没什么，我感觉很正常。还有就是生活上面好多就是比如说决定一件事情，就是总是他就是决定了就不够商量，是吧？哎，对。你们家的事儿都是他做主啊？对，基本上他做主，就是我最后就妥协了嘛。我只能说随他，因为他这个人就和我闹，最后我就没办法了。
他跟你闹啊？对，他决定事情，你说我不答应，到最后他也，反除了正就跟我房子之外，甩脸。他还决定过什么大事儿？你不答应，然后他跟你闹，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可以吗？别的感觉反正就是小事情。就结婚生孩子的事情啊，就因为结婚的时候，我是一直推着，我不是不想结，我只是说晚一点结，因为每个人面临的问题都是说先谈恋爱，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结得早，相当于肯定家里面人催的，肯定是这样的。然后下一步肯定面临生孩子，所以就不想结婚，我一直在推，什么本命年啊或者怎么样的，找各种理由推的，然后没办法，只能去年就结了。所以你是不愿意结婚的，是这意思吗？对，我只是想往后推，并不是说不想跟他结，就他老是误会，老是这样想。我感觉就是，因为父母都让催着去结婚呀，因为我俩处了都3年了嘛。因为老家呢，父母都感觉说是时间长了也不是太好，就是说赶快去结吧。他就每次推脱，就是今年、本命年、明年，反正这个后年这个，反正就是不想结。我猜你是不是挺想要孩子的？还是挺想。我猜你家里更想要孩子是吧？父母对。啊，但是我猜你肯定不太想要。对，因为就很耽误事情。我是一个就感觉就必须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事业比较稳定的时候，然后再要孩子。感觉我俩同岁，然后晚2年要孩子也没关系。你们俩之间都26嘛，对吧？对，然后30岁之前要就可以，我就感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我们老家会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啊你这么大了都不要。那当时就不应该这么早结婚呀，那往后推啊，那不是你催的吗？这俩人其实想要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你想要的生活是这种打拼的生活，男生可能想要一个更传统的、更安逸的一个环境，或者叫安全环境里的生活，是吧？对。所以你们俩谈了3年恋爱，怎么都没把这些事儿掰扯清楚就结了婚了，我就特奇怪。包括女生今天刚才说那，我挺震惊的。我说你要结婚啊？我没想结啊，你们逼着我结的。后来找补了一句说，我还是要跟他结。其实这不重要，就是说在结婚的态度上面，你是不太想结婚的，对不对？对。啊，所以你们俩这3年恋爱是怎么谈的呢？我们以前是同事，然后一起认识的，就感觉他对我特别好，就每天送我上下班啊，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平时的一些小事情细节。就你们是在南京认识的，还是说一起从内蒙古到的南京？在内蒙古认识之后来的南京。哦。但来南京的时候，父母是不知道的，我没有和讲，怕他们担心。他来南京，父母都不知道。然后第3天，他姐打电话，他说在南京呢。然后他姐说你要再不回来，我就报警了。哦，那你们算是私奔去的南京吗？还是就是朋友搭伴去南京去玩？还有好几个老乡，我们一起来的。哦，是一起来的。对，就是到了南京之后。等于女生的家里面并不知道你们到南京了。那会儿老乡说到南京是去玩啊，还是要找工作？因为我的老乡他是在南京就是工作嘛，蛮好的。他说你在那边发展特别好，对，然后过来看一看啊。所以我们还原回来，实际是这样的：一个老乡在南京工作的不错，听了之后点燃了这个女生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心。对，然后她就跟男朋友说：“我要走。”你要不然跟我来，要不然你就留在这儿，是这样吧？当时，然后等于你是离了职，跟他去的南京，是这意思吗？对。因为他执意要去，我说这么远，对吧？一个人你可以不去啊。我当时就是考虑到，我说去玩一玩，我也没想到说是去那边。好了。我看到他一个人，我说照顾。我那会儿来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说南京以后是定居在哪里，没有确定过。但是来南京发现。外面的世界特别美好，然后就在内蒙的时候就感觉井底之蛙。那你要再去了个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其实即使是南京周边的城市，你会觉得也挺美好的。你知道吗？这孩子这是，就总而言之就是这么来了，是吧？对。所以这3年你们自我评估，你们算在南京待下来了吗？待住了吗？对。我感觉就是压力很大。他总是感觉压力比较大，我感觉有压力才会有动力。他这个人倔强，非常的厉害。就是而且他完美型性格，就比如说我要去和他逛街，对吧？本来是给我买衣服呢，他非要说他喜欢的衣服，你说给我穿嘛，对吧？而且他要是买的不合适，还跟我生气。对，就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是这意思？对，我说我这件衣服我就喜欢，然后他说他不喜欢，我说这个东西对吧？毕竟是我穿，然后我自己买衣服也不对，网上买也不对。我就是为他好，就感觉给他搭配的，然后就感觉。就会自我的认为，感觉我的眼光会比他好一点，然后是，我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这次他就坚决要回内蒙古，你怎么办？
我还是选择留在南京。那就是两地分居，你接受两地分居的事实？我接受。你就不害怕你们这种长期的夫妻之间的两地分居，最后导致你们婚姻可能就没了吗？我还是选择在南京。即使失去这段婚姻，你也愿意捍卫你的想法，对吗？是这意思吧？我理解的对吗？对。好，我问你，你敢自己回内蒙古吗？你敢把这段婚姻放弃了吗？你输了。我敢。这事儿就是他输了嘛，因为对这段婚姻，在这个关系里面，男生可能，我不是说女生不在意啊，至少男生在心理上是更在意的，更怕失去的，那个心里更怕失去。因为毕竟父母嘛，在那边，我说就是将来以后嘛，就感觉他这个人把父母接过来，然后孩子以后现在接过来，毕竟不是太现实，对吧？因为我们的生活还没有稳定下来。我感觉打拼几年，然后对未来就是考虑。我估计在现实生活里肯定是你赢了，但是你老用这种方式赢，你们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你让老师好好帮你们拆解拆解婚姻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问个正事儿，还有正事儿要问呢。来，你俩在南京那房子的钱哪儿来的呀？买房子的钱？我父母出的。当时买了房子以后，定金是我交的，然后对，定金多少钱？定金1万，交的1万。1万，房子多少钱？房子是总价是80万。啊。经济条件对于爸妈来说，掏出这30万，不是说分分钟从银行取出来就有的钱，一定是东拼西凑来的。所以他一定要坚持回内蒙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个是他要弥补对父母的这份愧疚和亏欠之心，他想要去尽孝；还有一个就是他其实是想要改变他在你们这段婚姻关系当中一直毫无存在感、毫无话语权的一个地位。因为可以看得出来，从交往到现在，都是你在牵着他的鼻子走，你说什么他听什么。可是，在面对父母为你们的付出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触碰到他的底线了，所以他今天如此之坚持。我是在想，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如果是用父母的血汗钱换来的话，这大概不太好吧。如果我们是靠自己打拼、自己的努力，说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留在南京这座城市，去满足你的虚荣之心，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场，没有任何人有话可说。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我们要看清楚，你要衡量这个代价是什么。再一个，你们2个人心中的排序很清楚，这段话是说给男生听的。在女生心里明显能感觉到，她对未来的憧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是远远大于你们爱情的。她一定是自己的世界大于爱情的世界，她一定要先实现她自己心中她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才去考虑接下来是谁和我生活。而你呢？是先选定谁和我来生活，我们2个人在一起去创造我们想要的那个生活。
这就是感情在你们两个人心中各自的排序。那有了这个排序，有的人可以接受，但有的人接受不了，所以就看你怎么选了，好吗？好，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来，曲姐，女生同意沙大老师刚才说的吗？在你心目中，你的事业是大于你们的爱情的？同意。同意。那我告诉你，如果按照这条线走的话，你事业也不行，爱情也没有了。听起来好像你是一个很能奋斗，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一切的，但其实不然啊。你之所以能够在南京买房，也得益于男方的家庭的资助，对不对？你试想一下，如果你的事业当中没有了男方，没有了男方的家庭，你事业能有吗？不可能的。我始终不相信说你在爱情和事业当中你会做一个单选，你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早就已经让他绝望了。因为实际在你们的相处当中，虽然都是以他的妥协来推进你的事业的成长的话，其实你是看到了他的付出的。所以刚才主持人在问你，真是要婚姻或者是事业作为单选时，你是眼睛立马就红了，你做不出这种单选的。而且也别给自己这种假象，换句话说，不要给对方强烈的暗示说我只选事业。所以还回到我们这个现在你们的矛盾这个点上，在南京还是回内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用什么一种方式能够在一起。在一起之后，我们是先在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内蒙，始终都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而不是你或者我的事情，明白吗？不要那么强势了。面上你是说你不给我出这个钱我就不结婚，其实不然啊，真给换一个人给你更多的钱，你能跟他结婚吗？不可能的。以家庭幸福为前提的事业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呢，明白吗？你们设定同一个目标吧，好吗？就这样。谢谢曲姐。来，白老师。好，两位好。我觉得其实用两个特别流行的手势，能够特别好的去诠释他们两个人状态。女孩就是有一个摇滚的手势，好像是这样吧，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然后这个男孩的手势就是这个，小爱爱。为什么就你们两个说完之后，给了我两个这么完全不同的两个感受？我觉得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真的是考验你的时候是到了。显然，你非常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就是在一起，就是爱。所以，当你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就能够坚定地去战胜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家人对你们的一些微词，比如说工作的选择。而为什么说考验你？因为女孩子其实她不知道她要的是什么，她只知道她不要的是什么。她是一种特别叛逆的状态，或者说一种特别战斗的状态，就很有摇滚精神。她是说，我反正就不要回内蒙，我就不要什么。但你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她并不知道，她内心是非常的焦虑。你看，这个女孩子她的控制感那么的强大，为什么？因为控制感越强的人，说明他内在的安全感越弱，所以他要把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才能够让内心有安定的感受。所以他如此的焦虑和没有方向，他以为我做更好的事业，我赚更多的钱，我能够去创造更好的自我，这样的一种成绩，现实的成绩，这个是我想要的。可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他并不知道，他就像一个没头苍蝇一样，特别迷茫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去飞翔。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焦虑考验的就是你的承受力。然后这个女孩子，我也想跟你说，刚才我说，就是你内在并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以为到南京就可以拥有。但拥有的是什么？其实你内心很迷茫，所以你的这种焦虑，我倒觉得某种程度上，这男孩是绊了你的后腿的，因为他让你的内心当中还有那么一丝丝的那种安全，或者是你的焦虑可以先暂时的放在他那儿，我挤着他去，我逼他去，然后我去弄他去，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焦虑就被缓解了，你就还不至于把自个儿逼到那个绝路上。如果他也消失了，就是你现在的这种巨大的焦虑感，你就会拼命的干活，拼命的去要创造出一些现实的物质成绩来去完成你内在焦虑的一个远离。哎，没准你真的可能会做出一些成绩，但是
你并不会因为那个成绩而去获得你内在的安定感和愉悦的感觉。我倒觉着你之所以过去这3年没有跟这个男孩子离开，其实你内心有一个特别微弱、似隐似现的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是你唯一对自己好的一次选择，那就是你让一个这样的平静的、稳定的一个目标清晰的一个男人来去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其实是你对自己还没那么残酷。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因素也从你的生命当中拿掉的话，那你就真的只剩下像风一样的奔跑，但是并没有方向。所以对于你们是要去哪儿或不去哪儿，我同意刚才2位老师的意见，那不是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到底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认为最重要的，能不能找到一些相似或者靠近一些？如果不行，不勉强。好，谢谢白老师。来，涂老师。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时间一长就很难改变。我跟我老婆出去逛街，永远是她走在前面的。她好像从来不怕我丢了，她从来不回头看，她就径直的走，左拐右拐。我有一次曾经尝试着躲起来，我看她会回头看吗？谁知道她一次都没回头看，特别受打击。然后我就找她训了她一顿。我说你怎么不回头看看？万一我走差了怎么办呢？她不管不顾的，因为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但是在事业上，是她跟着我走的。你知道，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看到的是广阔的世界，而走在后面的那个人只看得到背影。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需要勇敢的，但是也需要无情。因为他老往后看的话，他沾了一点英雄气短和儿女情长，他就打拼不下事业。而跟在后面的那个人，心中有的只是牵挂，他的世界只有背影。我觉得你们2个人不知道要什么。那句歌词叫“像风一样自由”，但是风刮过就刮过了，啥也没有。飓风还有毁灭力呢，把什么东西卷起来之后砸在地上。有些人就是婚姻嘛，那种自由你真的要吗？你们俩把这个当一个学习的机会。过去都是你嘛，要挟对吧？你们俩弄一个夫妻谈判机制，这次你们俩坐下来商量，共同在那儿生活。如果这次能商量下来了，未来其实好多事儿都特别好解决。你们自己看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感觉我有点冲动，有点任性。
该好好考虑一下。毕竟当时来南京，就是你也能征求我的一个想法，所以说我总感觉我就是都听着你的。其实我考虑到很多东西，可能你有时候你没想过这些问题，就是你的一个倔强，一个不管不顾，我感觉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就是包括以后的一个生活。我当然有想过，我今天情绪有点不稳定，等冷静的考虑一下。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就是不要，就是有什么你就和我咱们商量，不要就是随着你的性子来。好了，时间到了，谢谢两位，请回啊。请关门，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请开门。就在我心哎，有请我们的小话筒吧，有请。来，这个送给你们啊。谢谢。谢谢啊，请回吧。